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在放飞想象力的夜晚 ，iPad 成为苹果发布会的绝对主角。苹果一口气更新了 iPad Pro、iPad Air 以及 Apple Pencil、妙控键盘等 iPad 配件。如果你等了1年半，就等新 iPad 发布后给库克送钱，却在大小几款 iPad 发布后乱了手脚，那就跟着 Jeffrey 简单3步走，明确需求买平板。在标准版配置卷不过 Android 平板的今天 ，iPad 最大的优势依然是软件生态，但这同时也让标准版的 iPad 在大多数体验上与更高配置的 iPad 没有太多差别。虽然屏幕更差，配置更低，但它依然可以流畅的追剧、写稿、绘画、剪辑视频。所以我们要从需求出发，先找到新款 iPad 的主要升级点。这里我们简单复习一下本次更新的3个关键点：性能、尺寸和配件。iPad Air 用上了上代 iPad Pro 的同款 M2 处理器 ，iPad Pro 则跨过 M3 芯片，直接首发了全新的 M4 芯片。现在 iPad Air 也和 iPad Pro 系列一样，拥有了一大一小2个尺寸。不过 iPad Air 屏幕刷新率依旧是60Hz， 而 iPad Pro 不仅有120Hz 可变刷新率，还用上了 OLED 屏幕，且可以选配纳米纹理显示屏玻璃。这场发布会最有看点的或许就是这支 Apple Pencil Pro 了。除了 Apple Pencil 第2代的全部功能，它还支持侧旋、轻点、触觉反馈、查找4大功能，可以更好的配合书写绘画。全新的妙控键盘采用了铝金属掌托，相比前代增加了一排功能按键，触控板也从机械结构升级到了触觉反馈。但要注意的是，新款的 Apple Pencil Pro 仅可搭配最新款的 iPad Air 和 iPad Pro 使用，新款的妙控键盘仅可搭配最新款的 iPad Pro 使用。在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发布的几款 iPad 的主要升级点和一些减配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更进一步把配置和需求关联起来。Jeffrey 为你准备了一张需求表，方便你勾选自己的需求。我们为每款新品提供了5个使用场景，如果某款 iPad 满足你需求的场景超过4个，那它大概率就是能满足你需求的产品了。或许你在第1步中已经明确了自己想要入手的 iPad 型号，但如果你选择的是之前没有使用过的 iPad 尺寸，我依然建议你了解一下 iPad 的尺寸再入手。使用 Safari 浏览器打开 iPad 的详情页，拉到最下方就可以看到用 VR 看新款设备的入口。如果你想选择最大尺寸13英寸的 iPad， 你将拥有更出色的观影体验以及多任务分屏体验。但你要注意，更大的尺寸意味着便携性降低，即便这代 iPad Pro 比 iPad Air 还要轻，搭配妙控键盘，13英寸的 iPad Pro 会和 MacBook Air 的重量不相上下。如果你想选择11英寸的 iPad， 除了屏幕小一些，在体验上其实与13英寸款不会有太大差别，而且这一尺寸兼顾了便携和生产力，既能写稿剪视频，退能追剧看综艺。但是如果你想用它进行分屏操作，它的屏幕尺寸就又有点不够用了。如果想用它使用台前调度功能，建议外界显示器释放所有潜力。如果你在等待 iPad mini 更新，作为尺寸最小的 iPad， 它把便携和娱乐发挥到了极致，称它为性能最强的移动游戏机也不为过。但娱乐性拉满的同时，生产力也就没剩多少了。不论是用它做笔记上网课，还是绘画剪视频都捉襟见肘。它在学习、工作中更多扮演辅助的角色。据称 iPad mini 将于后半年更新，等了这么久了，也不差这半年。注意，在选购之前一定要看清楚配件的兼容性。在这里针对新品再次强调，新发布的 Apple Pencil Pro 仅支持最新款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新发布的妙控键盘仅支持最新款的 iPad Pro。在选购时一定要点开兼容性一栏，仔细查看配件是否支持你正在使用的 iPad。虽然已经有不少第三方厂商做出了很不错的触控笔，但不论是对压感、倾斜的支持，还是各种官方、第三方的 App 适配， Apple Pencil 都优秀太多了。所以在触控笔方面，只建议购买 Apple Pencil。去年苹果发布了入门款的 Apple Pencil， 它可以兼容所有使用 USB-C 接口的 iPad， 所以包括新发布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在内，多款在售 iPad 的 Apple Pencil 都有2个选项。功能上， Apple Pencil USB-C 拥有 Apple Pencil一贯的精度和低延迟，也可以感应倾角、识别悬停，但压力感应、磁吸充电、点击切换工具等功能全都没有。除此之外，
每款 iPad 可选择的 Apple Pencil 就只有一款了，比如刚发布的 Apple Pencil Pro 就是新 iPad Pro 和 iPad Air 的专属。在设备兼容性方面，苹果可谓等级森严。妙控键盘是我最喜欢的 iPad 官方配件，它是如今手感最好、功能最全且使用最方便的 iPad 键盘。如果你是重度文字工作者，那妙控键盘不会让你失望，但它太沉的重量、较小的开合角度、昂贵的售价，让它远算不上完美。另外，我觉着有必要给大家看看我首发购入的白色款妙控键盘现状。或许是我用的不够仔细，但3年时间足以让你的妙控键盘上布满岁月的痕迹。如果你比较在意的话，建议购买黑色款，至少看起来没那么明显。采用铝金属掌托的全新妙控键盘或许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它是新款 iPad Pro 的专属配件，也就是说，哪怕你购买了最新的 iPad Air， 所搭配的妙控键盘依然是多年前没有功能按键、边缘会开裂的老款。鉴于妙控键盘高昂的售价，如果你想尝试用 iPad 写作，我建议先入手一款便宜的蓝牙键盘试试，如果真的可以坚持下去，再入手妙控键盘也不迟。如果你已经确定要入手新 iPad 了，那么要不要咬咬牙上高配 Android 平板更便宜，配置还更好？有必要冲首发吗？前代 iPad 还值得购买吗？相信看到这里的你，依然会有上述不少疑问。Jeffrey 这就帮大家答疑解惑。在几十刀的差价中 ，iPad 总会出现低配高容量和高配低容量打架的情况。还是那句话，不要为自己创造需求，就想看剧。iPad 足够了，希望便携 iPad mini 也可以。我们要承认，在高端平板市场，凭借着优秀的软件生态和配件 ，iPad 依然独树一帜。但当我们把目光放在标准版 iPad 的价位段，搭载骁龙8 Gen2 的小米平板，可以与 Mac 互通的 Vivo Pad， 发布专业绘画软件的 MatePad， 性能、软件、生态 iPad 之外，也有更多选择。有多少人还在使用18款的 iPad Pro？ 举手让我看看。对大多数人来说， iPad 一直都是一个性能过剩的设备，特别在 M 系列芯片下放后，性能方面更是无人匹敌。但如果你能找到靠谱的第三方平台，旧款 iPad 依然值得入手。屏幕、生态还有价格，旧款 iPad 在这些地方仍有不错的竞争力。像 iPad 这样一用3-5年甚至更久的设备，我们更建议不要冲动消费，多看看评测，去线下体验后再入手。但照惯例，像 iPad Pro、iPad Air 等新品都会进入开学季活动，购入 iPad 可能会附送 Apple Pencil。如果你还是无法下决定，担心全新的 M4 芯片会有什么独占功能，那我建议听库克的，下个月 WWDC 再见面。或许到那时 iPad OS 又迎来一波大更新之后，今天发布的 iPad 才会解锁它的最终形态。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是否正在纠结入手新款 iPad 呢？你更关注哪个点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